我是刚上任的小学老师，开学不到1个月就收到家长群里的强烈辱骂。1年2班班主任，请你以后不要对我儿子拉拉扯扯、动手动脚的，我儿子有心理阴影了，你负责吗？我生儿子不是生出来让你推搡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要是没有爱心和耐心，就不要来当老师，不要把你的坏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，这是第1次警告。要是再让我发现你对我儿子打骂，我绝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啥样？天地良心，我只是看见他儿子扯女同学的头发，轻轻拉开了而已。现在家长都这么颠的吗？我目瞪口呆地捧着手机看家长群里一条条刷出来的聊天记录，刘卫强妈妈还在不停地输出，请你搞清楚，这是别人的儿子，你只是一个老师，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。你是刚来的新老师，教不好学生，我不怪你，但是你打骂学生，还打骂我儿子，你就去死！不是，这什么人啊？我气到头顶生烟，都说老师工作不好做，就怕遇到一些奇葩家长，没想到才刚上班就遇上这么的颠簸。我虽然心里在骂娘，但还是在群里客客气气的回复，刘卫强妈妈你好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没有打骂您的儿子，只是看见他在扯女同学的头发，轻轻拉开了而已。我诚诚恳恳的解释，没想到却好像炸了他的窝。你说我儿子扯女同学头发，他就扯了头发，那你要说他杀人，他就杀了吗？你不要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，就去诬陷孩子。退一万步讲，他要是真扯了别人的头发，你不会好好跟他说让他放手吗？就非得动手扯开他，我儿子这么宝贵，扯坏了怎么办？你赔得起吗？真是好笑，现在什么牛鬼蛇神都能当老师了。我气了一口气堵在了嗓子眼，要是他儿子愿意听，我至于拉开他吗？他儿子对我的教育充耳不闻，女同学都痛得哭了，我不拉开能怎么办？刘卫强妈妈，请您冷静点，我绝对没有大力扯您的孩子，我有劝诫过他放手，但是他不听。如果您还有质疑，我可以去调取学校监控。我手指翻飞的打完这句话，有监控可看，总不至于胡搅蛮缠了吧？小朋友爱玩闹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，难道其他小孩没有打闹？你凭什么扯我的孩子，不去扯其他人的孩子？你不要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没事不要跟他说话，离我儿子远一点。你要是思想不听，捅你一刀就知道厉害了。我震惊到无以复加，这不是法治社会吗？怎么还有人能说出这种话？其他家长也看不下去了，在群里维护我，爱的刘卫强妈妈，你不要无理取闹。我孩子跟我说了，明明就是你儿子买力扯同学头发，谁讲都不听，老师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，你有时间在这骂老师，还不如教育教育你儿子。就是这里是家长群，是接受老师信息的地方，你要是不满去其他地方废，不要在这里撒泼。我心里一阵感动，果然颠簸只是极个别，大部分人都是正常且正义的，但是刘卫强妈妈还是没有消停下来。你们谁呀？有什么资格管我？我学校交了钱的，有不满还不能在群里说了。要是这老师在学校打骂你们儿子，你们还能装聋作哑，视而不见？你们孩子真是可悲，有你们这种不会孩子着想的父母，我今天话就撂着了。老师必须给我家孩子道歉，并保证不再动我儿子一个毫毛，不然我就告到教育局去，告他虐童。家长权利更多家长看不下去了，纷纷通缉他。牛逼哄哄个什么劲啊？这学校是给你一个人开的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我就觉得姜老师很好，我女儿快感冒了，还是他提醒我的。是啊，真没看过这么不可理喻的人。你儿子就是扯着我女儿的头发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我女儿头皮现在都是红的，按照你这种说法，你儿子扯坏我女儿了，你是不是要赔我钱？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，有你这种不讲道理的妈妈，儿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前半句我不得不赞同，原生家庭和父母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成长。刘卫强就明显受到他妈妈的同化，在学校里作威作福，包括但不限于随地吐痰、乱发老师书包、撕同学课本、掀女同学裙子，若不加以引导，这孩子以后就是个妥妥的问题少年。群里家长们还在不停激情对骂，眼见事情愈演愈烈，我不得不退一步足，指示他的发展。艾克刘卫强妈妈，如果我今天拉疼了你孩子，那我在这向您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会更加注意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，给他们一个舒适的教育环境。家长群建立的目的是让老师和家长们有效沟通，家长们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群里问我，我都会一一作答的。明天要上美术课，请家长们检查一下孩子的书包，蜡笔不要忘带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各位家长们都好好休息吧。话说完，群被一流的收到刷了屏，而刘卫强妈妈再也没有说过话。我叹了口气，关闭了手机。我本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但我还是低估了颠簸可以作妖的程度。第二天我一上班就被年级主任叫到了校长办公室，我一脸懵逼的进去，就看见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趾高气扬的翘着二郎腿坐在凳子上，刘卫强则坐在旁边满嘴是油的吃肉包子。显然这位就是在家长群出名的刘卫强妈妈了。她看见我进来，眉毛一皱，伸出涂着鲜红色指甲油的手一指，就是这个老师，他今天要是不跪下给我儿子道歉，我就报警，闹到全校皆知，告诉你们纵容老师打骂学生，人在极度无语的时候是会笑的。我甚至笑出了声，他一拍桌子，暴怒而起，笑什么笑？你还笑得出来？让你跪下，你是没听见吗？校长手指拧了你眉心，小江，你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回事？我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的说了，这个女人是不是插一句你就是故意的？你就看我儿子不顺眼，没有师德，道德败坏是风日下，而他儿子吃完了肉包后，把永磨的办公桌到处都是。我解释完之后，校长沉默了良久。刘卫强妈妈冷哼一声，用下巴看着校长，怎么，你想包庇他？你们可别忘我刚刚说的，我可是说到做到。校长叹口气说，这家长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你的要求属实有些过了。
这样，我让小江当面给您道歉，你看行不行？我瞪大双眼，凭什么？这又不是我的错，明明是他胡言乱语，胡搅蛮缠。我梗着脖子，我昨天已经在群里说过对不起了，他这是得寸进尺，眼前的女人拍桌而起，那，你不答应，我还不答应呢，你不下跪，这件事就没完了。魏强，来，你就站着，等着他给你跪。他把儿子扯到我面前，又掏出手机，举在我们面前晃了一圈，看见没？这是教育局的电话，你要是再不道歉，我现在就投诉。我一腔火气直接涌到了头顶，胸膛不住的起伏，手指都被气得轻微颤抖，平生就没见过这么颠的人，我也顾不得什么教师一番，跟他对着呢，你打呀，你有本事现在就打，是非非白字在人心，天底下简直没有第二个，像你这种不讲道理的，你个贱人，你说谁呢？我们两个争吵的声音引来了一堆学生的围观，办公室门口全是人头，个个都凹着脖子往里瞅。校长喝声道，小江，够了，我要说的话一下子哽在喉咙里，满头白发，明明60不到，脸上却沟壑变深了。老人站了起来，一步一步的站在我身边，对着眼前的女人鞠了个90度地躬，这个家长真的是非常对不起，小江年纪还小不懂事，我代他向您道歉。我愣愣的看着深弯着腰的校长，心里脱不是滋味，为什么要道歉？为什么要受这种委屈？我们会追究小江的错误，还请原谅他的过失，我全都捏着死紧。刘卫强妈妈看见学校最有话语权的人在自己面前低头，脸上弄容消散了些，恰好他儿子也带着无聊了，闹着要回教室，他鼻子对着我哼道，罢了，我心善，不跟你们计较，但是再让我看见你第二次虐待我儿子，我绝对没完。他踩着高跟鞋咚咚咚的走出办公室，对着看热闹的人群骂道，看什么看，没看过吵架的呀，滚滚滚，别挡路。等到你人走远了，人群也散得差不多了，我不甘心地走上前问，校长，你为什么要道歉？明明就是他的错，他诬陷我。校长摘下眼镜，用脚擦了擦，摇着头说，小江啊，你还年轻，有些事情退一步就过去了，没必要闹太难看，太难看对谁都不好。眼镜被擦得一尘不染，他附带上，这几年啊，师生之间的矛盾都很敏感且备受关注，一旦闹大了，吃亏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师，败得如行为师不仁的帽子轻而易举的就能被老师扣上，再严重些你的工作都保不住了。我知道你是个负责任的好老师，这件事也确实不是你的错，但是这世上总有不得不吃亏的时候。他抬起右手，掌心对着我，这是一个阻止我说话的姿势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不要再说了。那位家长你以后小心点吧，不要再惹上麻烦，走吧，去上课吧。我哑然，这位老者教书育人的快40年，收获众多人的爱戴与敬重，这么大年纪却还替一个刚入职年轻小辈弯腰致歉，为了他可能不保的工作。我吸了吸鼻子，道了声谢谢，然后默默离开了教室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小心翼翼地观察刘卫强，避免跟他有直接肢体接触。班里的孩子们也知道这个人不大好惹，不会太靠近他，这样刘卫强造成的冲突就少了很多。我认认真真的教孩子认字读音，学长时我一直鞠躬尽瘁，没想到这天晚上我又迎来了家长群的亲戚问候。艾特1年2班班主任，你什么意思？给我家孩子一件破烂校服，凭什么别人家的校服都是好的，我们的就有问题？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家魏强好？我一愣，点开他后续发的图片，这是我今天拍发下去的秋季校服，这件的裤腿处有些线头，不仔细看还看不出，这些校服我都是让组长发下去的，孩子们带回家的时候包装都没拆，质量问题只是个例，没想到刚好被他撞上了。我苦嗖嗖的打字，刘卫强妈妈，这是个意外，魏强只是凑巧拿到了这件有问题的衣服，我会向学校反映的，您可以让魏强明天再带来学校，我给他换一件。说实话，我有些紧张，见识过这家长的威力，这件事恐怕不会这么善了。果然，他在群里加注代炮，你一而再的欺负我儿子，当我是软柿子吗？你说这是巧合谁信？你就是看我儿子不顺眼，你怎么这么贱啊？有你这么当老师的吗？短短1分钟，他的污言秽语就霸满了屏幕，其他家长跳出来说话，不就是多了个线头吗？我还盯着瞅了半天，差点瞅瞎了才看见，你儿子有这么矫情吗？衣服有个线头就说是破烂，哪件衣服穿久了没个线头啥的，怎么的？你都不穿啊？你干脆裸奔得了。刘卫强妈妈艾特这个家长，你觉得衣服没问题，那你跟我换啊。群里立刻回答，没问题啊，我跟你换。英式被噎得没话说，他过了一会才会。我想问，这事情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？我骂的是老师，我骂你了吗？你上赶着来找存在感，真是没事找事做。群里越来越多的家长涌出来说话，哦哟，我还以为又是哪个奇葩，结果一看还是你。大家孩子都在一个班，都是一个集体，有问题可以解决就好了，何必要这么多的逼人呢？我家孩子跟你儿子一个班，我都觉得糟心。维护我的声音越来越多，他彻底破防了，关你们屁事！一个个在这里说，正是因为有你们这种家长，教育风气才越来越乱。我告诉你们，别以为女人就好欺负，你们惹急了我，小心我带刀来学校，你们娃一个都跑不了。别以为我只是威胁，有本事试试看。眼看着群里越来越乱，我直接全员禁言24小时，然后发力串长长的群公告，掩去满屏的炸裂言论。我私聊刘卫强妈妈，再说了一遍解决办法，等半天也没有回复，我总监洗漱上床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同事的电话吵醒的，江进，别睡了，你都上热搜了，啥样？我一脸懵逼的打开软件，绿洲小学班主任公然霸凌学生的词条顶在第1位，我点进去，第1条正是刘卫强妈妈发的微博，控诉了我的几大罪行，比如打骂虐的孩子，带头排挤孤立，因为没送礼就故意找茬等。
他把我拉他孩子，给他孩子烂校服的事，天佑家族说了出来，原因倒是闭口不谈，引导成了这些都是因为他没有送礼而引起的。校长说的很对，师生之间的矛盾确实备受关注，这个词条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出轨的男明星。评论区全是家长们激情亢奋的言论，说我这种老师没有师德，不得好死，刷新我的三观。现在的老师都这样吗？家长脾气真好，这样了都没去找老师算账。我刚生了个女儿，要是以后我女儿被这样对待，我会跟老师拼命。甚至有人说要找到我的真人，要做我一顿给个教训。我气到浑身发抖，眼睛都有些花，打开微信，全是死了。绝大部分朋友都来问我，微博热搜是不是你？会不会是同名同姓？你做没做过这种事啊？我清楚的知道，语言暴力是可以怎么彻彻底底摧毁一个人的。网络上的人不清原委，仅仅听信一面之词，就一份甜蜜的敲响键盘，轻轻松松给人判下死刑。还没缓过神来，有陌生号码来电，我接起，你就是绿洲小学的1年级班主任吧？你怎么这么贱啊？对别人的孩子非打即骂，要我跟你约神经病号吗？我有认识的医生哦，知道你没有收到礼，穷得很，可以给你打折哦。满口的人身攻击，满嘴的胡言乱语，我惊悚地意识到，我的信息被人揉出来了，不只是电话号码，可能还有家庭关系、居住地址。电话越来越多，按掉一个又一个，都是不同的陌生号码，我直接关了机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赶紧收拾全副武装出了门，刚走远就看见几个记者扛着摄像机往家楼下跑。我定定神，去学校要监控，既然他想用舆论来抨击我，行了，那就让大家好好看看到底谁是谁非。到了学校门口，已经围满的记者，保安拦着他们不让进，趁着混乱之际，我悄悄地溜进学校，扯下帽子口罩墨镜，毕竟天气还没有凉快起来，实在是闷得很。不怎么熟悉的老师看见我，都压低声音和旁边人说话，看见没，那个就是江静，没想到长得清秀斯文的，背地里这么恶毒。嘘，小声点，别被他听到了，他好像刚毕业，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一点也没有以前我们的责任心。是啊，个个心高气傲的，不少人对着我支持点点，我哽着一口气，没有争论，只想尽快拿到监控证明我的清白。然而我还没冲到监控时，就被年级主任拦下，小江，被幼小江，你可算来了，去校长办公室一趟吧，校长等你好久了，快走快走。年级主任不由分说的把我拉到了校长办公室，校长还是戴了一副眼镜，只不过不是在看教案，而是在刷手机，大概是在看刘卫强妈妈的那条微博。来了呀？我闷闷的回答，这件事影响不大好，已经有很多其他班的家长来投诉了，要求开除你，客人就先停了吧，我让其他老师带你上1星期，等热度过去了再说。我手指全紧，双手紧握，没有回话。校长放下手机，那双浑浊又轻盈的眼睛望过来，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？我一个音一个音的从喉咙里蹦出来，拿监控证明自己。校长沉默了一瞬，似乎是在思考中这件事再发酵下去对学校的影响。好办上他才说，我是校长，众多家长的建议，我不得不考虑。我低头死咬嘴唇，心沉下去了半分。我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与死网破的心理建设，大不了就是工作不要了，但我同时也是你的领导，你的前辈。我楚然抬起头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能有负责任的老师来接过这教书育人的重担，而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编制敷衍老师。不正之风确实应该整治，不仅是老师的怠慢疏忽，还有家长的无理取闹。若这是没有一个真相，那后续的老师都会因为家长的过分要求而为手为脚，孩子根本没有办法受到良好且公平的教育。监控我已经看过了，事实和我想的一样，我始终相信你的为人，你是个年轻果敢、兢兢业业的好老师，所以大胆去做吧，学校会站在你这边，事实不应该掩埋。我怔了好一瞬，直到眼眶酸涩模糊不清，我咽下一声哽咽，对着校长久久的鞠了躬，沉沉的说了句谢谢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我从未有过如此的挫折，也从未有过如此的坚定。等我拿到监控，将所有事情经过剪成一个完整的视频，准备做生命发出去时，却发现风向已经不是全部倒向我这边。那条置顶的字条底下有了不一样的声音，有人发博说，我是这件事的旁观者，我儿子也在那个班里，请大家不要因为片面之词就冤枉一个好老师，事实就在下面，自己看吧。底下是长长的聊天记录，正是家长群里刘卫强妈妈跟所有人干仗的始末，家长名称都被打骂，除了刘卫强妈妈的，底下有人评论，瞎我的狗眼，怎么还会有人恶人先告状的，卧槽，居然是反转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骂老师，我去撤回我的评论。其实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，这家长也太颠了，老师还能这么情绪稳定的解释，要我肯定直接骂过去。我翻回刘卫强妈妈的那条微博，底下那条点赞最多的骂人评论，早上全是附和的，现在也有了不一样的声音。你们只看到他说老师拉孩子，你们怎么不问老师为什么拉孩子？那是因为他儿子狂抽我女儿头发，我女儿头皮都发红了，痛得哭，老师跟他讲又不听，不扯开怎么办？你们说怎么办？就让我女儿一直被欺负，一直哭嘛。还有校服，给你们看看，他说的破烂校服是怎么破烂的。友情提示，往裤脚上看，不然我怕你们找瞎了都看不见。还有送礼，其他家长有没有送过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确实是1毛钱也没送过，但老师还是对我女儿认真负责贴心关照，所以他说老师因为没有收到礼故意找茬，就是在放屁。那张刘卫强妈妈拍的破烂校服被发了出来，一堆人回复，这叫破烂，长见识了。说实话，我600块买的裙子，线头都比这多，好想知道她平时穿的什么衣服，香奈儿吗？能不能让我看看？至此，那条微博底下一半是不明原因骂我的，一半是知道真相后恼羞成怒会骂他的。我点开微信，
有不少家长发来的私聊，表明不会袖手旁观，让我蒙受不白之冤，也让我放宽心，不要去看网上那些糟心的言论。我心底感动得一塌糊涂，我抹了把眼角，一一倒下，然后登上微博，编辑了一串文字。我是绿洲小学的1年2班班主任，对于刘卫强妈妈控诉的几件事情，我对此做出如下解释。第一，家长说的，我无辜拉扯打骂孩子，事实是刘卫强用力拉扯女同学头发，劝告不听才轻轻拉开，力道轻重不好辨薄，可自行看监控。至于打骂，若是将温言教育说成打骂的话，那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学生。第二，家长说的，我故意给刘卫强发放破烂校服一事，此事纯属巧合，拿到校服后，我是2个组组长派发下去的，我根本不知道刘卫强会拿到哪一件，况且校服当时都是包装完整，我也不知道会有质量问题。如果说多出一个线头就是质量问题的话，同理，不信者可看监控。第三，家长说的收礼一事更是无稽之谈。作为一个老师，我在此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收过任何一个家长的礼，不信者可以举报教育局，我将无条件配合教育局查证事实，然后配着剪好的监控视频，将微博发了出去。这可谓是一旦激起千层浪。不多时，一个新词条带着爆字登上了顶，绿洲小学事件，竟是家长无病呻吟，没有什么比监控更有说服力了。舆论一朝之间发转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骂刘卫强妈妈，网络上这群人早上是怎么对我的，现在就怎么对他的，他的姓名、工作地点、家庭环境也被扒得干干净净。有人说她之所以这么猖狂，是因为家里有个当官的父亲，什么事情都能摆平。也有人说她的丈夫受不了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，早就跟她离婚了。也有刘卫强的幼儿园老师站出来说，他完全能理解我的心情，因为他就是几年前的我。他说刘卫强自幼儿园开始就性格恶劣，他妈妈3天2头就跑来学校质问老师，说为什么不让他儿子睡单间，为什么不帮他儿子穿衣服，更有老师被他逼得受不了，直接离职。网络上人人都在辱骂他，控诉他，他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说实话，这并非我本意，但是如果我不这么反击，受伤的只会是我自己。刘卫强妈妈坐不住了，她的战斗力依旧强大，别人骂一句，她能回骂10句。她跑到我微博下发了一条评论，你等着，我已经投诉教育局了，搞不死你，我就不是人。其实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么害怕了，深圳不怕影子写，人活着要争一口气，况且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过了半小时，学校打电话过来，说教育局来了，让我过去配合调查。我收拾自己，又回到学校，重复问话，查监控，我都一一配合，搞了大半天，教育局的人查清了前因后果，也有些无奈。他们说家长那边他们会去安抚沟通，让我们这几天注意影响和安全。等我回到家已经是夜晚了，手机又在嗡嗡作响，我打开一看，家长群已经99加，禁言时期已过，刘卫强妈妈又开始输出了，只不过这次她的火力不是对着我，是对着各位家长，你们谁把老娘微信泄露出去的？你们这是侵犯我的隐私权。还有本事用小号加我骂我，那有本事到群里骂呀，我能骂的，你连骂都不认识你，一个个只敢躲起来骂，就这么见不得人。他骂了足足有3、4分钟，群里有家长终于忍不了了，老娘明天就去学校去找校长让你儿子退学，我家孩子跟一个疯子的儿子在学校，我一点都不放心。第2天睡醒的时候，这种欲感到了顶峰，介于昨晚家长群说的话，我直接开车到了学校，果然校长办公室门口围满了学生和老师，好不容易挤进去，里面是我班里学生的家长带着他们孩子在跟校长面红耳赤的争吵。谁知道那个神经病的儿子会做出什么事？我女儿跟他，你们让我儿子退学，我就让你们再没命。有种就是看，他似乎是嫌弃打字不过瘾，又开始发语音问候家长的家人孩子，转一层文字都是不堪入目的程度。眼见群里越吵越凶，我直接解散了群聊。这晚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总是不踏实，眼皮一直狂跳，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。第2天睡醒的时候，这种欲感到了顶峰，介于昨晚家长群说的话，我直接开车到了学校，果然校长办公室门口围满了学生和老师，好不容易挤进去，里面是我班里学生的家长带着他们孩子在跟校长面红耳赤的争吵。谁知道那个神经病的儿子会做出什么事？我女儿跟他一个班，我一点都不放心。我们强烈要求开除刘伟强。是啊，你看他妈妈对姜老师做的事，他说的那些话，那是人能说出的话吗？对老师都能这样，要是以后他儿子跟我家孩子有什么矛盾，他直接人身伤害怎么办？你看他昨晚在群里怎么骂的，还好我都截图了。校长你看，这人对学校就是个定时炸弹，校长你开除了这个祸患，一了百了。校长被围在中间，面对家长的七嘴八舌，万般无奈。各位家长们，请冷静一下，我们这是公立学校，不可轻易开除学生。家长们的担忧我都知道，我们校方会和刘慧强家长好好沟通，妥善解决的。被扯头发的女同学家长尖声道，妥善解决，这还能怎么妥善解决？教育局都来了，他们怎么解决的？只能这个安抚那个安抚，问题根源根本就没有解决。就是啊，只要刘卫强在这里一天，隐患就一直都在，万一那人心里承受不住，疯了炸学校呢？我看着校长额头都快冒汗了，心有不忍，我连帮挤到中间，安抚各位家长，请稍安勿躁，我们一定会给出一个合理的。还没说完，一个尖细的声音传来，谁说要开除我儿子？我头皮一麻，众人循着门口望去，那是一个眼眶通红状若疯癫的女人，她应该是气狠了，完全没有上次的从容，她一把上前揪住一个女家长的领子，用尽力气给了她一巴掌。
这个变故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，家长被扇得倒在地上吸气，他女儿站在旁边被吓得哭，大老远就听见有狗在叫，是不是你？他还想上前去踢，被其他人拉开来，不是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保安，喊学校保安。校长上前一步，这位家长，请你冷静一点。这女人却疯了一般，竟从包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老娘昨天就说过了，谁敢让我儿子退学，我就让谁的崽明明。他眼里泛着凶光，俨然丧失理智的模样，所有人都被他害得后退一步。校长走上前去接近他，试图讲理，这是公立学校，你孩子不会被轻易退学，请你放下刀。他大喊一声，别过来。忽然间，他盯住了嚎啕大哭的女孩，小贱梯子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勾引我儿子？要不然他怎么会去扯你头发？要不是你，怎么会有现在这个局面？他恶狠狠地说完，猛然发力，持刀朝小女孩冲去，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，而这一瞬间又反复被拉得无限长。倒在地上的妈妈还没爬起来，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，小女孩被吓傻了，忘记了躲闪。校长想冲上前去抢刀，但他毕竟老了，而我的动作比他更快，一切的身体反应仿佛是本能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样爆发出的力量。等我自己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手里已经抢到了刀，行凶人被我推荐到了地上，被冲过来的家长和老师压住。我回头看看小女孩，幸好她只是受到了惊吓，呆愣愣地看着我。她妈妈狼狈地爬起来，尖叫着冲过来，姜老师，姜老师，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快叫救护车，叫救护车，叫救护车！为什么要叫救护车？我又没有。我顺着她的视线向腹部望去，白色的 T 恤已经润染了一大片红，我被捅了，飙升的肾上腺素褪去，撕心裂肺的痛袭来，眼前的场景变得一片混乱，我脱力的倒在地上，校长脸色煞白的脱衣服给我止血，家长对着我哭，让我不要死，老师慌慌张张的打急救电话，行凶人被按在地上不断的挣扎，我满脑子都是失血的痛感，我不会死吧？我还没谈恋爱呢，万一死了能被封为烈士吗？眼前越来越模糊，直到陷入一片灰暗，肉体仿佛没有重量，整个人都好像处在一堆棉花里，意识一片混沌，不知今夕是何夕。恍然间，耳边嘈杂无比，似乎很多人在喊我，静静，醒了，他醒了，医生，医生，闺女啊，你睁开眼看他妈妈，妈求你了。我颤巍巍的掀开眼皮，看见妈妈眼睛红肿的坐在床头，满脸细细的望着我，然后脚步声连接成片，爸爸带着一堆医生冲了进来，只来得及你弹出这一个字，一时又陷入深渊。等我完全清醒后，又过了8个小时，医生说我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期，剩下的就是好好休养。这会儿我才知道刘卫强妈妈已经因为故意伤害被逮捕了。迟到事件后，全班家长联名开除刘卫强，而刘卫强这事已经人尽皆知，没有一个学校敢收他，于是他家里不得不把他转到了乡下学校。刘卫强妈妈这下算是彻底出名了，她成了每个聊天群的吐槽必备，家长的饭后闲谈，而我因为舍己为人，成了人人歌颂的对象，家长们送来的小慰问品络绎不绝，被我救的女同学家长千恩万谢，就差给我跪下了，好不容易才扶起来。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另外我不谦谅解说，人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一字一句的回答完警察的询问，警察点点头，再一次表达了慰问，揣着笔录走了。我吐出一口浊气。不久后，病房门口冒出了一个个的小萝卜桶，姜老师，姜老师，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呀？还痛不痛啦？姜老师，这是我们给你挑的水果，很甜的，你尝尝看。姜老师，你就是我的英雄，以后我也要当英雄，像你一样伟大。我笑意引领的看着这对叽叽喳喳的小萝卜丁，哪怕命悬一线，我也没有后悔选择老师这个职业，教书育人，传的于后，自如春风沐雨，心向往之。眼下的这些活泼趣事的孩子，会在正确的引导下好好长大，他们以后将会是父母的天下，国家的栋梁。我摸了摸要当英雄的孩子头顶，好，那你要好好读书呀，成绩好才能当英雄哦。这几天我不在，你们作业完成的怎么样？等老师回学校了，你们的作业我都要一个个检查，全文完结。